朋友们，如果当下的你呢，在现实生活中有一段或者几段关系让自己处于长期的纠结、折磨和痛苦中，那么不妨听听今天的内容。在我们的一生中呢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，包括你所有角色认同与角色扮演的关系，以及人与人之间原本的关系。从你小时候受到委屈，你父母安慰你开始，你就开始对关系有了需求。在成长的道路上呢，你所需要和不需要的关系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复杂。父母关系、兄妹关系、同学关系、同事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子女关系，社会中的关系多到数不过来。本身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，但是由于小我的参与，使关系呢变得极其复杂，而且看上去很不真实。于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选择了独居简出，减少与人打交道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看似非常虚假的关系。这种关系有时候就像千丝万缕，让你怎么理都理不清，很多生活中没必要的烦恼都因此而起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小我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建立正常自然的关系呢？举一个例子，当小孩受到委屈时，他心里会比较难受，这时候父母可能会习惯性的连哄带骗的安慰小孩，他们不知道去引导小孩如何应对自己的情绪。这时候小孩就需要父母这种安慰自己的关系，这也可以让他们很容易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而父母因为害怕孩子受委屈，疼爱孩子，也需要这种能保护孩子的关系。当双方都有需求时，关系就很容易建立起来。也只要关系下面的基础没有坍塌，也就是各自还能满足各自的需求，那么这种关系就不会破裂。不过建立在小我基础之上的关系呢，始终是不稳固的。一旦一方改变了需求，而另一方不能接受或无法满足时，通常关系就会很容易出现危机。当孩子的要求越来越过分，而父母难以满足他时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变得摇晃。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去维护，但大多数情况下呢，最终都会出现严重的裂痕，甚至因此破裂。再比如夫妻关系，当两个人相遇产生火花后，或是由传统方式介绍认识在一起的，他们就会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，建立各种有关情侣之间的关系。而我爱你，你也爱我，就是最重量级的关系基础。另外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附带因素，比如对方的条件如何，例如长相如何，事业怎样。除去这些以外，通常还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那就是你要对我好，你对我好，那我也就对你好。很多情况下，大家都默认了这样的条件，是不需要明说的。大多数人的夫妻关系都是建立在很多条件的基础之上的，而这些条件通常是不稳固的。就算是我爱你，你也爱我这么重量级的基础，都很容易转变成需要经常维护的水上木筏，一不小心就会断开四散。除了上面说的例子，在生活和工作中呢，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关系。就是在学校，由小我组成的同学关系都是很常见的。由小我组成的关系，看上去呢，似乎就像一种交易一样，各自满足各自的需求。当需求条件促成，关系得以成立；需求不平衡时，关系也就变得不融洽了。在众多复杂的关系中，也掺杂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，而这就是很多人悲伤和痛苦的主要缘由。当然，在大多数情况中，小我关系之下也会有意识觉知的背景存在，这是所有关系中最有力的粘合剂。有一定程度的意识背景，
关系才不会那么机械刻板和虚情假意，而是有一定的真情在其中。当有意识觉知的背景时，双方也都能感觉到对方的真情，就算偶尔受到小我的搅和，也不会太大的影响双方的关系。除了人与人之间会产生关系，人与动植物或一些没有生命的物品也可能会产生关系。如果你在它们之间制造了身份认同，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痛苦。比如你过于依赖某个动物或物品，虽然它们在的时候可以给你安慰和支持，但是当它们离你而去时，你就会因此而痛苦。而只有真正把意识觉知带入到关系里，才能摆脱这些由小我主导的关系所带来的痛苦。那么，什么才是真正处在意识觉知层面的关系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没有任何欲求的关系，没有以上那些小我思维的存在。具体的表现应该是双方彼此单纯地被对方吸引，纯粹而又无所求地想要对对方好。两个人在一起时，彼此都是平静、舒适而又愉悦的状态。我们之前说过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能单独存在，都是由各种缘起交织形成的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当你体认到自己的本体以及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后，你体认出万物其实是同一体的真相后，你就会带着更深远的目光来看待外在的人和事物。你能看到自己以及他人的本质，就算对方是无意识的，你也能从无意识之中看到他们的本体。你不会对他们有过多的要求和期望，没有给予者和受予者。这时候呢，所有的关系似乎就都不重要了，没有了需要再维护的关系，关系变成了双方正常的互动交流。你会流露出自然的情感，给予对方爱与关怀，但不会求回报。不管是对一个人还是动物，或者是植物和物品，你都能处于最平衡的位置。如果你正处在一个有问题甚至是冲突的关系里，那么你就要从自身开始寻找原因。虽然可能对方的错大过你，或者你认为完全是对方的问题，你都需要平静下来，认真审视你的观点，看看自己的观点会不会太过片面。这不是要你去判断谁对谁错，而是要找出那些埋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无意识。比如他应该怎么样的，但他却没有这么做，或者他总是这样或那样，没有责任心，总是不关心别人之类的观点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这需要结合我们前面所谈过的小我的特性，然后来审视你们之间所有的行为和观点，并且把重点放在自己这边。正所谓知命者不怨天，知己者不怨人。当你指责别人哪里有问题时，那么这个问题通常在你身上也能找到。因为你指责别人这个问题时，这个问题是你不想要的或者是厌恶的，而你所厌恶的东西往往是你排斥的。当你对某个东西或观点排斥时，就表示它们是你不敢面对的东西，而你不敢面对的东西通常就会埋藏在你的潜意识之中。因为你每次遇到它的时候，你都会下意识的抗拒，而当你越抗拒某个东西，你就越给它赋予了形象。你给它赋予了形象，又不敢面对它，那这个东西就在你之内了，而且你还看不到它的本质。如果没有在你之内的话，你是不会赋予它特别的形象的。所以，当你被一些事情困住的时候，你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，那首先你就得先找回自己，找回自己的意识。修行的过程就是我们回归自己、回归意识的过程。当你重新找回了自己，可以以完整的意识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并从中做出有意识的改变，那你在面对他人的时候，在你面前的选择自然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了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去追寻谁对谁错，
追寻谁对谁错呢，只是小我喜欢玩的把戏。你需要在关系中保持有意识的临在，在发生争执和冲突时不被拖入无意识里。当你自己以完整自由的意识存在的时候，别人也会在你的影响之下逐渐地开始变得有意识。当然，如果对方真的是极端无意识的人，他无法做出改变，你也无法接受对方，那么你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关系，离开无意识的关系。不把自己置入负面的能量场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生命的负责。最后送给你一句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给你带来痛苦的人和事都是来成就你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正在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生命维度，一扇灵性之窗，一道觉醒之门。至少他们能让你意识到，你曾经无比依赖的，认为你离开了就不能活的人和关系，是多么的虚幻和脆弱。当你可以以一个全意识的生命状态存在，你就会发现你不再对你的关系、对你的家人或朋友有这种虚幻的期待。事实上，所有人最终都会走向死亡，所有的关系最终都会走向结束。所谓缘起性空，缘起则聚，缘灭则散。只有你顺其自然地接受一切事实的存在和发生，以意识临在当下，你才会懂得最接近意识觉知层面的关系，是彼此对当下一切发生的接纳，是彼此对快乐喜悦的表达与分享。这其中没有榨取，没有背叛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能力让自己以全意识的状态去体验一段关系的话，那么不妨就把这段关系当成是功课，在当下困住你的关系中开始修行吧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